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本期视频内容均基于真实资料整理，力求客观呈现。视频画面未使用AI生成，仅封面由 Canva 制作。我们始终希望通过内容传递温暖与正能量，陪伴大家感受更积极的生活。国色天香赵丽颖，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精彩绝艳，风华绝代。赵丽颖一袭无袖米白裙装惊艳亮相，以上短下长的利落剪裁，勾勒出纤细腰身与优越肩颈，裙摆摇曳间，宛若夏日微风拂过。在85花纷纷以酷飒或知性对抗岁月的洪流中，赵丽颖却选择了一条更为从容的路径。她以米白裙装为笔，将轻熟女性的温柔底色与少女般的灵动巧妙交织，打破了30+女星必须被某种单一标签定义的刻板印象。这种美，不迎合，不造作，举手投足间自带仙气，仿佛在对世人低语：真正的美，从不被年龄的枷锁所困。当大众还在为少女感的消逝而焦虑时，赵丽颖早已越过容貌的藩篱，将岁月的沉淀化作骨子里的从容。她的每一次惊艳，都在重新定义轻熟女性的无限可能。美，不是对青春的徒劳挽留，而是对当下生命状态的极致接纳与绽放。这袭白裙，是她对时光最优雅的回应，也让世人看到，历经千帆后的女性，依然可以轻盈如风，美得深邃且充满力量。赵丽颖真的越来越有一种国色天香的气质了，不是那种浮于表面的漂亮，而是一种沉淀之后越看越惊艳的美。尤其是这次她穿着一袭无袖米白长裙亮相的瞬间，很多人第一反应不是惊艳，而是舒服。她整个人像从夏日清风里缓缓走来，没有刻意营造攻击性，也没有浓烈到令人窒息的华丽，却偏偏让人移不开眼。那条米白裙其实并不复杂，但穿在赵丽颖身上，却有一种说不出的高级感。上短下长的设计，把她纤细的腰线和优越的肩颈比例展现得恰到好处。她本身就属于骨架偏小、线条柔和的类型，所以这种简洁利落的剪裁，反而把她独有的温柔感全部释放出来。尤其是裙摆轻轻摇曳的时候，真的像古诗里写的那种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整个人既轻盈又安静。最难得的是，赵丽颖如今的美已经完全摆脱了年龄焦虑。这些年娱乐圈里的85花，其实都在寻找自己的对抗时间方式。有人拼命营造酷飒感，有人强化知性路线，也有人不断用浓妆和造型去维持所谓少女感。但赵丽颖却越来越像是在做减法。她不再执着于证明自己年轻，而是慢慢接受了时间带来的变化，然后把这种变化变成了自己的魅力。所以现在看她，会发现一种特别舒服的状态。她身上既有少女时期那种灵动和清澈，又多了一层轻熟女性的从容与温柔。那不是硬凹出来的气质，而是真正经历过人生起伏之后，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松弛感。尤其经历了婚姻、离婚、事业转型之后，赵丽颖反而越来越稳，越来越淡定。她不再需要依靠热搜证明自己，也不需要靠争议制造存在感，只是安静站在那里，就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光。很多人都说，现在的赵丽颖眼神变了，以前的她眼睛里更多是倔强和拼劲。那时候的她像一个一路奔跑的人，生怕停下来就会被落下。但现在，她眼里开始有了一种温柔的笃定，那种感觉很像一个终于和自己和解的人，不急不躁，不争不抢，却依旧闪闪发亮。其实这才是真正高级的少女感。真正的少女感，从来不是靠脸去硬撑年轻，而是心里始终保留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柔软。赵丽颖现在最打动人的地方，也恰恰在这里。她已经38岁了，却依然能让人感受到一种干净、轻盈、充满生命力的状态。这种感觉比单纯的年轻漂亮更难得。而且她现在越来越懂得留白的力量。
她不会像以前那样用力表现自己，而是学会了收。一个眼神，一个浅浅的笑，一个转身，就已经足够让人记住。尤其这次白裙造型，没有夸张珠宝，没有繁复设计，却偏偏把她整个人衬托得像月光一样温柔。那种美不是锋利的，而是慢慢渗进人心里的。有人说，赵丽颖是娱乐圈里少有的越活越轻盈的女演员。这句话其实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很多女明星到了30+之后，都会陷入一种紧绷感，害怕衰老，害怕被替代。但赵丽颖却像是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她开始明白，美不一定非要张扬，真正有力量的女性也不需要时时刻刻证明什么。她如今最迷人的地方，就是那种历经千帆后的平静，像风一样柔软，却又藏着坚定；像水一样安静，却依然拥有力量。所以当她穿着这袭米白长裙缓缓出现时，很多人突然就理解了什么叫风华绝代。不是因为她比别人更年轻，而是因为她终于活成了最舒服、最自在的样子。而这样的赵丽颖，真的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美了。赵丽颖为什么突然很少拍戏了？不是因为没人找，也不是片酬太高剧组请不起，而是奖项口碑双丰收的她，不愿敷衍烂剧，只求精品剧本沉淀自我。2025年5月到现在，赵丽颖一部新剧都没接，这是在2026年6月25号突然冲上热搜。有业内人士透露，这1年多地到她手里的电视剧剧本超过50本，她全部拒了。一个一线女演员，1年多不进组，放在以前这较量了。放在赵丽颖身上，网友的反应是：她真聪明。赵丽颖不是没戏拍，是她不想拍了。这话听起来有点狂，但她有这个资本。飞天奖、金鹰奖双料视后，百花奖最佳女配，85花里她第一个拿到这些硬核奖项。知否花落千古风吹半夏，幸福到万家，每一部都是扛收视的存在。第20条浴火之路2部电影票房口碑双杀，她不缺代表作，不缺奖杯，也不缺钱。早期投资吴奇隆公司就赚了将近5000万，经济上完全独立的人才有资格说不拍就不拍。圈里人爆料，现在的影视行业比寒冬还冷，一堆演员转行去开演唱会，烂剧横飞。赵丽颖这个体量的艺人，要是这时候随便官宣一部剧，舆论肯定盯着她挑刺。她选择低调，不冒头，说白了是在规避风险。她自己也说了，以前是有戏就拍，现在要好戏才拍。二番的戏不接，配角邀约也推，要演就演能立得住的女主。楚乔传续集找了她6次，她推了6次，理由是剧本只讲了一半故事，原著3部曲被硬压缩成1部，主线都砍没了。她吃过有匪的亏，那部剧成片被剪得七零八落，女主高光戏份全没了。她再也不想重复这种体验。2025年底，她干了一件更绝的事，有人拿着一部 S 级大女主剧去找她，她推了，然后跑去客串电影《逍遥》，戏份只有10分钟。进组前，她自掏腰包请舞指练了1周，提前进组跟组磨合，不演女主角，去演一个小配角，还自己贴钱练功。这不是摆烂，这是对剧本的要求越来越高。她还在悄悄转型，拍《与凤行》的时候，她当了监制，参与创作决策。圈里人说她在备考上戏导演系研究生。工作室发过一句话，转身走入影视创作的帷幕里。这话暗示得很明显，她在从台前往幕后走，身体也在逼她停下来。出道20年，演了59个角色，长期高强度工作，颈椎腰椎都出问题了，脊骨凸起一个大包，错过最佳治疗时间，现在弯腰9点就疼。她自己也承认，以前忙到连出国的记忆都模糊，连电影院 VIP 分几个等级都不知道，生活上也有牵挂。离婚后，她和冯绍峰共同抚养儿子。有一次，她发现儿子偷偷收藏她的工作证件，
才意识到孩子有多想他。他决定放慢脚步，多陪陪孩子。被网友偶遇的时候，他素颜逛街，在咖啡店发呆，带儿子逛商场，没有曝光，没有热搜，就是正常在过日子。有意思的是观众的反应。以前无缝进组被吹成敬业标杆，赵丽颖休息1年多，反而被夸明智。粉丝直接说奖杯在手，想休就休。同期杨幂、唐嫣、刘诗诗都在频繁进组，就她一个人按自己的节奏来。被流量规则追着跑的人才会害怕停下来，她不怕。那问题来了，她能休息多久？现在手上那些老剧的重播率还在撑着，观众的耐心和怀念还能撑多久？等她真的回来那天，市场还认不认这张脸？赵丽颖这2年突然慢下来，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不是没人找她拍戏了？可真正关注内娱的人都知道，事实恰恰相反，不是没人找，而是她开始学会挑了。甚至可以说，现在的赵丽颖终于有资格不再被市场推着跑。这一点其实特别难，因为内娱这些年最可怕的不是没流量，而是停不下来。太多演员明明已经疲惫不堪，却还是1年3部戏，综艺连轴转，红毯不断。大家都怕一旦停下来，热度就没了，资本也会立刻换人。尤其85花这个赛道，竞争从来都残酷，你今天不拍，明天可能就有人顶上。可赵丽颖偏偏反着来，从2025年到现在，她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剧进组。不是因为她没有选择，而是因为她终于开始认真对待作品质量这件事。50多个剧本全部拒掉，这种事放在别的演员身上，可能会被说不敬业太挑剔，可放在赵丽颖身上，很多观众反而觉得这才是真正清醒。因为她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拼命接戏、害怕被淘汰的小演员了。早年的赵丽颖其实一直活得很紧绷，农村出身，非科班，没有背景，她比任何人都更知道机会来得有多难。所以她年轻时几乎是全年无休状态。花千骨爆了之后，她没有停；知否之后，她也没休息。拍《风吹半夏》时，整个人瘦到让人心疼。别人红了以后开始享受，她红了以后反而更拼，因为她知道自己没有退路。但现在不一样了，飞天奖、金鹰奖、百花奖这些奖项意味着她已经完成了从流量演员到实力演员的真正跨越。更重要的是，她不再需要靠数量证明自己。以前是有戏就拍，现在是没有好戏宁可不拍。这一点其实特别像真正成熟的演员状态。很多观众都发现，赵丽颖这些年的变化不只是演技更稳了，而是她开始有了作者意识。她不再满足于完成一个角色，而是在乎整个作品最后能不能立得住。为什么她连续拒绝楚乔传续集？因为她知道一个残缺的故事再靠情怀也撑不起来。为什么有匪之后她变得更谨慎？因为她吃过被剪辑、被魔改的亏，她已经不愿意再消耗自己了。尤其是现在影视行业的大环境，其实比观众想象中更浮躁。很多剧开机时号称 S 加大制作，最后成片却漏洞百出。很多演员一边营销演技炸裂，一边靠配音、磨皮、替身完成拍摄，观众越来越难糊弄。所以真正聪明的演员反而开始减少曝光。赵丽颖显然看透了这一点，她现在的状态很像是在主动给自己留白，不乱接戏，不频繁炒话题，不靠恋情热搜维持存在感，偶尔被偶遇也是素颜逛街、喝咖啡、陪孩子。你会发现她身上那种曾经被内娱高压工作磨出来的疲惫感反而慢慢淡了。这其实挺难得，因为娱乐圈最缺的从来不是红的人，而是敢停下来的人。更何况她现在明显已经不只满足于当演员。与凤行开始做监制，
就是一个信号。她开始参与创作，参与决策，而不是单纯站在镜头前完成表演。工作室那句转身走入影视创作的帷幕里，其实已经说明很多问题了。她未来很可能会像周迅、赵薇、徐峥那样，慢慢往幕后转。而且别忘了，她的身体真的撑太久了，20年，59个角色，高强度吊威亚，长期熬夜拍戏，换谁都会垮。她脊骨的问题早就不是秘密，很多采访里都能看出来，她站久了会下意识扶腰。年轻时她靠意志硬扛，可人终究不是机器，所以现在的停下来，不是摆烂，而是一种迟来的自我保护。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原因，就是她终于开始认真生活了。以前的赵丽颖，人生几乎只有工作，她甚至忙到连国外去过哪些地方都记不清。可离婚之后，她明显变了，尤其看到儿子偷偷收藏她工作证件那件事，很多人都破防了。原来孩子一直都在默默想念妈妈，而她过去缺席了太多，所以现在她愿意把时间分给生活，分给孩子，也分给自己。这不是退步，反而是一种成长。至于很多人担心她休息太久，市场还认她吗？双引号。说实话，真正有国民度的演员，靠的从来不是天天刷脸，而是角色记忆。为什么《知否》直到现在还在重播？为什么《风吹半夏》一提起来，观众还能记得许半夏那个眼神？因为赵丽颖已经留下了属于自己的时代角色。观众会厌倦天天买热搜的人，但不会忘记真正打动过自己的角色。而且现在的市场其实也开始变了，观众越来越不喜欢流水线偶像剧，反而更期待真正有内容、有情绪、有质感的作品。所以如果赵丽颖未来真的带着一个好剧本回来，大家不但不会忘记她，反而可能会更期待。因为比起频繁出现，观众现在更珍惜值得等待。某种程度上说，现在的赵丽颖终于活成了内娱里最稀缺的一类演员，不再被流量绑架，也不再被年龄焦虑追赶。她开始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按照自己的标准接戏。这份底气不是谁都能有的。张艺谋当初没说谎，不合群的赵丽颖才是娱乐圈真正的聪明人。本届白玉兰最佳女主角的提名名单一公布，万众瞩目的赵丽颖却意外落选。这位曾3度提名、3次与奖项擦肩而过的女演员，再次未能如愿，引发了一片叹息与讨论。有人为她鸣不平，有人感慨她常年戏红人不讲，更有人直言，不懂社交、不爱合群的赵丽颖，似乎终究要为不遵循圈内规则买单。但若回溯多年前张艺谋对赵丽颖的精准评价，再结合这次白玉兰落选的风波，就会明白，这个不合群的赵丽颖其实是娱乐圈里真正的聪明人。小城大事、生命树生万物、藏海船、太平年这些作品不仅口碑和热度双高，还横跨现实、题材年代剧和古装剧等多个类型，让本届白玉兰的竞争格外激烈。特别是最佳女主角赛道，一如既往呈现神仙打架的局面，观众看得目不暇接。在正式名单公布之前，坊间关于事后的预测榜早已热度爆棚。85花中的赵丽颖、杨幂、90花杨紫以及实力派演员孙俪都被认为有极高的竞争力。然而，当上海电影节公布正式提名时，赵丽颖的名字却悄然缺席，让不少观众心中一沉。和赵丽颖同属85花的杨幂，去年凭借《生万物》完成漂亮翻身，既赢得口碑，又收获热度。今年1月，她凭《明秀秀》再次摘得总台视后，时隔15年后再度提名白玉兰视后。杨紫则稳步上升，今年已是她连续第3年入围白玉兰视后角逐。从《长相思》到《国色芳华》，再到《生命树》，从仙侠到商战，再到现实题材，她不断跳出舒适圈，演技适配度愈发成熟。如果算上2017年凭《欢乐颂》提名最佳女配，
今年已经是他第4次角逐白玉兰，这也足以说明业内对他演技的认可。大满贯视后孙俪的第8次提名，更是拉高了本届奖项的门槛。此前他已2次获得白玉兰视后，而在随后的那年花开月正圆安家理想之城中，尽管作品口碑居佳，他仍然陪跑。今年他以蛮好的人生再次入围，而同样3次陪跑的赵丽颖，这次却连提名的机会都没有。值得一提的是，赵丽颖在85花中是获得电视剧3大奖视后最多的演员，2次金鹰视后，1次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在手，她离大满贯仅差白玉兰视后。然而，这个1年1届的重要奖项，她迟迟未能拿下。回望她的白玉兰之路，满是遗憾。2016年，凭《花千骨》首次入围，惜败给孙俪。2019年，知否强势入围，但在群星云集的赛道中，又败给实力派蒋雯丽。2023年，风吹半夏再战白玉兰，却被吴越平县委大院夺走大奖。今年，《小城大事》播出后，赵丽颖再次收获热度和口碑。本以为她会再次冲击白玉兰视后，却意外无缘提名。该剧在白玉兰的提名也颇为缩水，仅获得最佳女配和最佳编剧2项，而与《生命树》等剧集形成鲜明对比。这种落差让观众直呼意难平，舆论哗然，惋惜、不甘、质疑的声音铺天盖地，甚至有人调侃，赵丽颖之所以屡屡错失大奖，归根结底是太不合群。娱乐圈本就是人情往来密集的圈子，抱团交际、频婆露面、融入集体，似乎才能获得认可，摘得主流奖项。然而，赵丽颖用自己的选择和实力，狠狠打破了这一固有偏见。在娱乐圈的喧嚣中，她无疑是异类。赵丽颖高产众所周知，几乎每年都带作品与观众见面，但2023年，她1年没有作品播出或上映。即便如此，她依旧没有出席年末跨年活动，包括2024年、2023年微博之夜也缺席。那时张艺谋带第20条的演员走上红毯，而赵丽颖稳坐幕后。倪妮曾说，演员的底气是作品，手握佳作，在《人间酱园弄》以及2026年播出的《小城大事》，每一部都为她提供了十足的底气。尤其是《酱园弄》，她戏份沉重，但在戛纳电影节和上影节上，面对章子怡、杨幂等主创盛装亮相，她都没有露面。纵观赵丽颖这些年的动态，她始终常年拍戏，而非拍戏时不参加综艺、不炒作，而是选择陪伴家人，享受生活。这份不迎合、不盲从、不喧嚣的淡然，正是她在浮躁内于中立足、长远发展的智慧，也是她稳健走向实力派的底气。此次白玉兰落选，并非所谓人脉吃亏，而是多重客观因素叠加的结果。最佳女主角竞争异常激烈，除了孙俪、杨幂和杨紫，影后任素汐凭无尽的劲头入围，吴越凭沉默的荣耀再获提名，同剧的于和伟也入围视帝榜单。小城大事是群像剧，赵丽颖的戏份相对分散，角色光环不够强，再加上主办方的多重考量，最终形成了这场遗憾。舆论之下，赵丽颖始终沉默，不争不辩，这与她的性格一脉相承。这份极致淡定和通透，恰好印证了张艺谋多年前对她的精准评价。两人的缘分始于第20条，这部让赵丽颖斩获百花女配的作品。在张艺谋的指导下，赵丽颖赋予郝秀萍深刻的生命力。剧本讨论时，他问张导，为什么孩子是残疾，母亲却不是？这句直击本质的话让老谋子印象深刻，也最终成就了聋哑人郝秀萍的形象。为演好角色，赵丽颖提前进组，全身心投入，属小时不言语。连老谋子一度误以为她不爱说话，后来才明白，这正是她对作品的敬畏与专业。在张艺谋眼里，她不爱热闹，不善寒暄，并非孤僻木讷，而是所有心思都放在作品上。即便多次错失白玉兰视后提名，
她依旧凭国民度与路人缘稳居一线实力派。赵丽颖的不合群，并非不懂行业规则，而是清醒的职业坚守，这才是娱乐圈真正的聪明人。张艺谋评价她不爱热闹，不善寒暄，并非孤僻，而是全心投入表演，不凑热闹，不逐虚名。她用不合群活出独一无二，也用实力赢得大众长久喜爱。奖项虽是认可，却从不是唯一答案。白玉兰提名名单公布后，赵丽颖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很多人为她感到遗憾，也有人开始讨论她这些年在娱乐圈的发展轨迹。作为一路追看她作品的观众，我反而觉得这次落选虽然可惜，却让更多人看清了赵丽颖最珍贵的一点，她始终没有改变自己。在如今的娱乐圈里，热搜、话题、社交、应酬似乎已经成为明星工作的一部分。很多演员除了拍戏，还要频繁参加综艺活动和各种公开场合维持曝光度，但赵丽颖却一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她不喜欢热闹，很少主动制造话题，她不擅长寒暄，也不热衷于经营所谓的人脉关系。每当作品播完，很多演员会借着热度持续曝光，而赵丽颖往往又悄悄回到剧组，或者干脆消失在公众视线里。这些年，总有人说她不合群，可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人发现，这种不合群恰恰是她最难得的品质。回顾赵丽颖这些年的成长历程，会发现她走的是一条极其艰难的道路。她不是科班出身，没有显赫背景，也没有资本力捧。从花千骨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从幸福到万家到风吹半夏，再到近年的小成大事，她几乎每一次转型都伴随着质疑。有人说她演不了正剧，有人说她只能演偶像剧，还有人说她离开古偶就会失去竞争力。但事实证明，每一次外界下结论的时候，赵丽颖都在用新作品回应。最让人佩服的是，她从来不喜欢用语言证明自己。别人解释，她拍戏；别人争论，她拍戏；别人营销，她还是拍戏。这种近乎固执的坚持，在浮躁的环境里显得格外珍贵。这次小成大事没有帮助她进入白玉兰最佳女主角提名名单，确实让很多观众意难平。因为无论从角色塑造还是情感表达来看，她都交出了一份足够真诚的答卷。尤其是剧中人物面对时代变迁时的无奈、坚守与成长，赵丽颖处理得非常细腻。她没有刻意煽情，而是通过眼神、动作和细微表情把角色内心世界一点点呈现出来。这种表演或许不够炸裂，却拥有很强的后劲。很多观众看剧时未必立刻被震撼，但当剧情结束后，角色却会长时间留在记忆里。这恰恰是成熟演员最难得的能力。事实上，白玉兰历来竞争激烈，每年都有优秀演员遗憾落选。奖项有评选标准，也有竞争环境，提名与否并不能完全决定一位演员的价值。如果把时间线拉长来看，赵丽颖这些年的成绩已经足够耀眼。金鹰奖、飞天奖、百花奖，她一步步从流量明星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实力派演员。更重要的是，她完成了很多演员都难以完成的转型。曾经的她是古偶女王，如今的她已经能够在现实题材、年代剧、电影作品中自由切换。这种成长比任何一次提名都更有说服力。而张艺谋当年对她的评价，如今看来也越来越准确。很多人误以为赵丽颖不爱说话，不喜欢应酬，是因为性格内向。实际上，她只是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留给了角色。拍摄第20条期间，她为了塑造好秀萍这个角色，长时间沉浸在人物状态之中。那种投入感，不是为了获奖，更不是为了宣传，而是发自内心的尊重表演。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导演愿意继续与她合作，因为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明星，而是一个真正愿意为角色付出的演员。
娱乐圈从来不缺聪明人，但有些聪明是精于算计，有些聪明是懂得取舍。赵丽颖显然属于后者，她知道什么是一时的热闹，也知道什么才是长久的价值。当别人忙着争夺流量时，她在积累作品；当别人频繁出现在镜头前时，她在丰富角色；当别人害怕被遗忘时，她选择沉下心来提升自己。或许正因为如此，她才能在竞争最激烈的85花赛道中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今天的赵丽颖或许还没有拿到那座期待已久的白玉兰奖杯，但她已经拥有了另一种更珍贵的东西——观众长久的认可与信任。因为大家知道，只要赵丽颖出现在演员表里，至少意味着这部作品值得期待。这份信任不是一场红毯换来的，不是一条热搜换来的，而是一部又一部作品积累出来的。所以对于这次落选，我反而觉得无需遗憾。奖项会有结果，竞争会有输赢，但演员真正的价值最终还是要回到作品本身。而赵丽颖这些年最令人敬佩的地方，就是无论外界如何变化，她始终选择把答案写在角色里。这样的演员也许不会永远站在话题中心，却往往能够走得最远。时间终究会证明，真正能够被观众记住的，从来不是谁最会热闹，而是谁真正留下了值得回味的作品。而赵丽颖正一步一步朝着这样的方向坚定前行。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